小姐，齐王府的轿子已经在门外了。10年布局，终于等到了今天。小姐，一个太子妃的身份，值得您布局10年吗？一个太子妃的身份，当然不值得。若是那龙椅旁的凤位呢？小姐，您是要做皇后？你可知世间何物最薄情？不知。是皇恩。宜妃，用力呀！王子露头了，用力！快用力！这是龙子！参见娘娘。本宫还未诞下龙子，一个妃子竟敢如此大胆！都听娘娘吩咐。不如就用这狸猫换掉龙子。是娘娘。宜妃，朕的龙子何在啊？参见皇上。参见皇上。免礼。把朕的龙子抱来。这是朕的龙子。圣上息怒。这分明是一只死猫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皇上，我诞下的明明是圣上的龙子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圣上，贵妃诞下了死猫，此乃不祥之兆啊！来人，把沈凤仪给我打入冷宫，此生不得踏出半步。皇上，不要！皇上，不要！妖妇！沈凤仪，被抛弃的滋味如何？是你。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呢？谁让你先我一步产下龙子？你活该！至于那个孩子呢？带上来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沈凤仪，当年为圣上青梅竹马，要不是你得先皇赐婚，你连跪在我面前的资格都没有。在这后宫中，就算你千娇百丑，抓不住男人的心，这终究都是一场幻梦。动手！是。前世我被狸猫唤子，惨死冷宫。这一世重生归来，我提前10年便开始布局。及时降旨，请王妃上轿。齐王娶妻，怎么轿子这般简陋，连仪仗队都没有？娶不爱之人，当然不会上心。这一世，我会借势扶摇，成为世间最尊贵的女人，母仪天下。起轿吧。真不愧是齐王啊！确实是门当户对啊！你看一看，真喜庆，真好。是，还以为王爷不重视小姐，没想到王府已经张灯结彩了。这场繁华不是给我的。小姐说什么？
迎冯侧妃入府。那是冯府的冯卓华，果然还是来。小姐，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他们怎么这样啊？看来秦王殿下既不想违抗圣旨，又不想让青梅委屈，便搞了个一门双喜。这简直是宠妾灭妻！人家穿金戴银，咱们连轿子都是破的。不急，游戏才刚开始。东西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小姐。能不能在这王府站稳脚跟，就靠此物了。请王爷踢轿门，请王爷踢轿门。卓华，阿爷，卓华，随本王入府拜见母后。王爷，那边还有你的正妻沈凤仪呢。王爷，毕竟还是圣上赐婚，还是要装装样子的。听说还是个美人呢。哼，本王心中只有你一人。卓华，你放心，待沈凤仪入府后，我定会找个理由废掉她正妻身份。素闻沈王妃美艳无双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啊！得此美人，齐王大幸啊！沈凤仪，敢抢我的风头，先等入了王府，我要你好看！哟，王妃还真是招蜂引蝶，还没进府就引起了这般风波。行了。随我入府。前世你夺走了我的婚礼，这一世该我呢？身为正妻，风头却都被妾室抢走，那沈凤仪可有何反应？回娘娘的话没有任何反应。哼，看来是个软柿子。等下若失了分寸，那就废了。这。母后，儿臣携心腹前来拜见。心腹入阁，本宫为你们准备了3件礼。2位心腹，你们该如何选择？小姐，这是唱的哪一出？这是娘娘要考验心腹的品性。那该怎么选呢？俗话说，女子无才便是德。卓华，多谢娘娘赠礼。刺绣女红确实是女子的归宿，王妃该你选了。前世我选择书卷，却被呵斥妄图参政，不过半年便被贬为妾室。大胆！干什么？礼物贵重，妾身有困，特为皇后和王爷献上印。
王爷，饮酒。你竟然会见我？贱人，就会卖弄风骚。娘娘，臣妾献丑呢。你居然舍弃书卷而选择宝剑，为什么？因为臣妾想成为一把利剑，悬挂在王爷心头，警醒王爷时刻心系天下，记挂苍生。臣妾想成为王爷的佳偶良作。凤仪，你愚蠢！女子无才便是德。既然你嫁给了我们王爷，不学着相夫教子，竟然想着男子之事。说得好，多谢娘娘夸赞，这一切都是卓华。与你无关。本宫夸赞的是凤仪。什么？这曲剑舞我准备了10年，为的就是今日。母后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确实能讨丈夫欢心。只可惜此品性只能为妾，撑不起妻位。臣妾谢过皇后娘娘。若夫第一天，风头绝对不能被抢。娘娘，我刚刚选错了，我原本是想选书卷的，对吧，阿元？卓华，母后，不知书卷有什么特殊意义？书卷治国良药，一个女人不好好辅佐丈夫，却想着妄图参政，找死！娘娘，妾身绝无参政之心。母后，卓华只是一时冲动，这够了，自己的妃子自己管好。本宫先回去歇着。母后，不留下用膳了。不必了，本宫怕气死在你这齐王府。恭送皇后娘娘。是个聪慧的女子。这一局我绝不能输。阿远，你还记得答应我的事吗？凤仪刚刚入府，这怕不好吧？阿远，我都为了嫁给你，甘愿去做你的妾了。好，那我就等王爷的好消息了。凤仪，有些话，本王要提前跟你讲清楚。王爷请说。本王与卓华定下一世深情，除了她，心中再也容不下第二个女子。臣妾会把握好分寸。本王可以给你王妃之位，但其他的，劝你不要妄想。王爷放心，从被赐婚的那一刻开始，臣妾就已经做好了准备。做好准备？嫁给一个不爱的人，注定满是委屈。你嫁给本王，臣妾先行告退。小姐，咱们也太委屈了，婚礼被抢也就算了，还总病着一张脸，亏我们还携千金入阁。不许胡说。王爷，饮酒。本王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那沈凤仪真可恨，咱们就这么认栽了？哼，别急，今晚只要能和王爷圆房，以我欲擒故纵的本事，定能叫王爷言听计从。哼。卓华，还在生我的闷气吗？我没有生王爷的气，我就恨自己没本事，不懂给王爷长脸。傻丫头，你能陪着本王，本王就已经知足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那王爷答应我，从今天开始，不许去沈凤仪的房中。嫁给一个不爱的人，注定满是委屈。这对凤仪不公平吧？方才若不是他，母后定会大发雷霆。公平？我冯卓华甘愿为你做妾，
你知道这有多丢人吗？本王一定会补偿你的。算了吧，我看这王府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。本王答应你。小姐，方才王爷去御花园给冯卓华赔罪了。那冯卓华还是有些手段的，不能小觑。今晚就是洞房花烛夜了，若是王爷翻了冯卓华的牌子，食髓知味，咱们可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不急，把我的盒子拿来。你可知这10年来，我时常把自己关入房中，是做什么？奴婢不知。自然是修炼媚术。此香囊内有合欢圣物，可助男子在床榻上百翻不倒。恭喜恭喜啊！来，咱们喝，来。王爷，难得今日尽兴，怎么不多饮几杯？本王今夜要洞房，那不知王爷今晚要翻谁的牌子？本王答应了卓华。此物名为冕铃，价值1000计，乃是宫中至宝，内灌水银，灼烧滚烫，可让人共赴其乐。冯卓华为了王妃之位，定会要求王爷今日与他圆房，但可惜他忘记了一件事情。何事？合欢散只能催情，而不能勾人。此物名叫合欢散，等王爷进来，把这杯酒给他喝了。小姐放心，等我与王爷圆房，我定叫他宠妾虐妻。小姐，我刚才听府中下人说，王爷今夜翻了冯卓华的牌子。果然和我猜的一样。那咱们今晚怎么办呀？等一场东风。卓华，本王来赴约来了。王爷，王爷，请饮酒。你知道本王等这一天等了多久？王爷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小姐，真是神了！您怎知今夜会有东风？将香炉放在窗口。小姐，奴婢不明白，这香炉真能让王爷过来吗？炉子里的香叫做暖情香，乃是天下第一催情迷香，与合欢散搭配更有奇效。哪怕是相隔100丈，也依旧能勾魂夺魄。本王好热。王爷，这就对了。王爷，吻我。王爷怎么了？好香啊！怎么了，王爷？这个味道，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哎，王爷！明珠，怎么了，小姐？迎接王爷。啊！
鱼儿上钩了。王爷，你这是？本王来宠幸你。没想到，日后铁血无情的帝王，如今竟然这么可爱。卓华，本王定与你长相厮守。明珠，把香炉撤，取解毒伞来。小姐，这是多好的机会啊！不行，火候还不够。是。小姐，不好了，王爷去了沈凤仪房中。什么？沈凤仪这个贱人！小姐，肯定是因为昨日你给了他机会驾驭男人，就不能给他好脸色。原来阿言最听我的话了，谁知道这次不管用了。这第一日就这样，那以后可怎么过呀？看来我得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卓华，本王昨夜没有弄疼你吗？王爷和冯侧妃还真是情深意切。怎么会是你？王爷，你醒了。是你啊！昨夜发生了什么？本王怎么会在你的房间？王爷不记得了？也是。昨夜王爷喝的那般醉，怎么会记得那些事情呢？本王失态了。没有，就是你把我当成了冯姑娘，把我摁在了浴桶当中。要不是明珠过来救我，王爷放心，昨夜妾身和丫鬟帮你换了衣裳后，就直接睡去了。我们之间是清清白白的。凤仪，是本王不好，昨夜没想在你房中。没关系的，身为妻子，我又怎么舍得把王爷赶出去呢？日后，本王定会补偿你。王爷不用补偿了，有这功夫，还是去追冯侧妃吧。卓华，他怎么了？他昨夜回府了，说再也不要见到你。王爷，王爷要去冯府接回冯侧妃。卓华与本王是青梅竹马，本王不会辜负他。我家小姐服侍整夜，连个笑脸都没有。侧妃一闹，连心都要交出去。乱说，张嘴！王爷莫要责怪，是臣妾没有教导好这丫头。无妨，明珠说的并不是全无道理。卓华本就委屈为妾，心中有郁结，本王这是想要弥补。凤仪，你既为王府正妻，应当能理解本王吧？王爷在想什么呢？把我给王爷准备的骏马牵来。王爷，迎娶侧妃回家要风风光光的。凤仪，你有心了。都是我这个做正妻的责任。时辰不早了，王爷出发吧。疼吗？没事，收着劲儿呢。冯卓华绝对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写2封信，一封送给皇后，那另一封呢？送去松月楼，告诉他们是时候血债血偿。小姐终于要为民除害了吗？
当年那狗官奸杀上百名少女，却无罪脱逃，百姓们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呢。这只是其一，其二，我要用此案来坐稳七位。一起案件怎么会让您坐稳七位呢？王爷刚上任府尹，正需要一起大案来造势，而我只需要在京城造势，他自然不会与冯卓华圆房。小姐真是英明神武。冯卓华，这一世你斗不过我。齐王穆宁远前来迎妾冯卓华回府。齐王穆宁远前来迎妾冯卓华回府。王爷吉祥，我家小姐已在府中等候。那还不快快请出？我家小姐文武双全，美貌无双，为了您一个不得势的王爷，如今甘愿为妾。你们这是何意？请王爷斟酌措辞，将迎改为求。什么？本王乃五皇子，圣上御赐齐王，怎能用求啊？会被天下人耻笑。那现在这样看来，王爷其实并不爱小姐了。本王曾与卓华许下诺言，男儿当世，自要一诺千金。好，齐王穆宁远前来求。不必了，王爷，你的心其实已经感受到了。妾身又怎么忍心看着王爷丢人呢？这都是对王爷的考验罢了。本王今日来迎接你回府，怎么不见你冯家人出门执礼？妾身作为侧室出嫁，父母肯定觉得不满意。王爷可不要对我不好啊！为了王爷，我可是受尽了苦的。你嫁给本王，很丢人。我家小姐服侍整夜，连个笑脸都没有，侧妃一闹，连心都要交出去。回府吧。这不是王妃吗？昨夜和王爷可还开心吗？昨夜我并未与王爷圆房。真的？真的。算你有点眼力劲儿。凤如此懂事，而我却如此辜负于她。冯侧妃，按照规矩，每日清早，妾室要跟正室敬茶。驾驭男人就不能给好脸色。阿月，我从小就在边塞长大，并不知晓这些规矩，没想到才嫁给你第一天就要受欺负。这确实是府中规矩，日后入了宫，那便免了吧。一杯茶而已。冯姑娘是王爷真心相爱之人，有情人能终成眷属，那便是这天底下最美好的事情。算你识相。走吧，阿月，陪我去赏花。今天是新婚第一天，按照规矩，你我要一同进宫请安。怎么都是规矩？我是阿远的青梅竹马，这些规矩我一个都不想遵守。皇后娘娘懿旨，皇后懿旨到。侧妃冯卓华不懂礼仪，言语失态，当街冷落王爷，触犯尊卑，特命王妃沈凤仪管教，若有不服，贬为庶人。凭什么他可以管本妃？
侧妃冯卓华不懂礼仪，言语失态，当街冷落王爷，触犯尊卑，特命王妃沈凤仪管教。若有不服，点为庶人。凭什么他可以管本妃？怎么，冯侧妃想抗旨吗？不敢。王爷，臣妾还要操持府中女工，就先行告退了。等等，这脖子还疼吗？承蒙王爷关心，已经不碍事了。今日之事，我代卓华向你道歉。王爷，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儿，未来有望继承皇位的圣君，你怎么能向我道歉？再说，你我之间本就是一纸姻缘，去陪冯侧妃吧，别再冷落她。你越是懂事，本王越是内疚。小姐，都已经吩咐下去了。冯卓华今晚定然还会要求圆房，通知下去，让他们入夜就动手。是。周华，阿远，你终于来找我了。昨夜是本王疏忽。那王爷答应我，从今天到明天一早都不许离开房间半步。本王怎么会想起他？王爷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不爱我？怎么会？本王依你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不好了，衙门出事了！何事？是大理寺的马少卿，他被杀了。御车，本王随后就到。王爷，死个人而已，何必这么着急？明天再去吧。马少卿官职四品，乃是朝廷重臣，此时正值夺储的关键时刻，不能有任何闪失，否则会引起军心不悦。可是，等本王回来。王爷，小姐，有什么吩咐？明早去给我准备点好东西。可是我们带的银子并不多，而且这个月的利钱还没有发放。何妨？阿远不是说了要宠我吗？多花点钱怎么了？小姐，刚刚收到消息，王爷已经去衙门了。冯侧妃受了冷落，气得把屋子里的东西都砸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小姐，您猜得真准。据说王爷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。齐王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，他只是还没有成长起来，在他的心中藏着比谁都大的野心。小姐，那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做？不急，过一些时日便是庙会，在此之前，等王爷回府。谁？松月楼谢云拜见大小姐。明珠，奉茶。是。
大仇得报的感觉如何？很痛快，就像从一场梦魇中醒来。大小姐，要不是您，我不仅无法为谢家洗脱冤屈，更无法告慰那些被奸杀的女子。不要说感谢的话，我说过了，你不欠我的，要走随时能走。大小姐，我不想离开大小姐，求大小姐不要抛弃我。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知道大小姐10年不举，只为登上那皇后之位，我甘愿成为大小姐手中的刀。谁敢挡路，我便杀谁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权力比刀子更加好用。王爷，这就是那马少卿的尸体，被人发现时，他就死在巷子里。掀开。这会惊扰到龙体。我说掀开。掀开。这是大理寺少卿马明元5年前奸杀少女120余人，为逃脱罪责，联合朝中数位重臣，栽赃嫁祸给谢家。此等奸贼，杀之后快。王爷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去衙门调300捕快，我限你3日之内查清此事真相。是。把尸体运回衙门，交由仵作好好检查。明白。王爷，时间还早，是否继续陪冯侧妃共度良宵？不回，送本王回书房。本王刚上任府尹，就闹出这么大案子，卓华应当要理解。是。王爷，直接告诉我结果吧。王爷，那纸条上的事情不是假的。这3天，我把王府上上下下的人都审了一遍，不仅找到了那东西奸淫少女的暗示，更打听到他利用少卿身份，没少收那些豪绅的银子，怕冤假错案，官官相护。看来这里面的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。王爷，如今正值夺储的关键时刻，这案子会不会是一个陷阱？本王觉得这案子来的正是时候，甚至我感觉是有人在背后帮助。王爷，您的意思是？大理寺是康王的棋子，而与之连带的刑部、礼部也都和康王关系匪浅，而此案就是本王打压他们的机会。王爷深谋远虑，属下佩服。小姐，刚刚收到消息，王爷准备回府了。想必马少卿一案已经有了眉目。给松月楼的周掌柜送去一封信，3日后的庙会，我要为王爷造势。小姐，你真的不喜欢王爷吗？松月楼可是很重要的棋子。像穆宁远这样的男子，世间没有女子会不喜欢，但喜欢他的人注定痛苦。小姐，奴婢心疼你。傻丫头，去告诉御膳房，本妃等下要亲自下厨。小姐终于要展露厨艺啦！按照规矩，王爷回府后会与1位妃子共同用膳，而这期间的一举一动，全都在圣上和皇后的眼中。皇后我能理解，圣上盯着王爷吃饭干嘛？当然是想看看，若真将王爷立储以后，哪位妃子能撑得起太子妃的身份。小姐，方才从宫中传来消息，王爷即将回府，要小姐一定要做好准备，
把王爷留在阁中用膳。现任还说什么了？还说这件事情可能会事关日后太子妃的争夺。去吩咐御膳房准备顶级珍馐。可是我们的利钱已经用没了，那就动用王府司库啊！反正这钱是给阿远花。是。小姐，我刚才见到冯侧妃那边准备了一桌子山珍海味、顶级珍馐，咱们这是不是有点太寒酸了？那又如何？一个男人的心不在你身上，就算花再多的精力也无济于。那咱们就不争啊？有时候不争，就是最大的争。小姐，那边什么情况？那沈凤仪还真是个上不来台面的，这么重要的时刻，居然就准备了几道家常小菜，八成是宫中没人，得不到消息。这个贱人还配跟我斗？哼！小姐，这次王爷在咱们这儿用膳之后，可千万别再给放跑了。放心吧，阿远听我话，等我拿下阿远，必定将沈凤仪挫骨扬灰。小姐，王爷回府了，快让他们都准备好。是。怎么不见本王的2位王妃？王爷您忘了，今日是您第一次外出回府，2位妃子按照规矩已经在各自闺阁备好餐食，等着您用膳。本王今日劳心费神，还真是忘了。那不知王爷想去哪位妃子的阁中？2位妃子都备了什么菜？根据下人汇报，冯侧妃准备了一桌山珍海味，而王妃只是做了几道家常小菜。我知道了。看来王爷已经做出了选择。娘娘，齐王入闺阁用膳了。入的是哪位妃子的闺阁？是小姐不好了，王爷去了沈凤仪的闺阁。什么？沈凤仪这个贱人，定是他给阿远灌了什么迷魂汤。走，小姐这是要去哪里？我去会会沈凤仪，看看她准备的什么美食，竟然比我的珍馐更吸引人。回皇后的话，齐王入的是沈王妃的闺阁。哦，看来这个沈凤仪不简单呐，她有资格得到本宫的支持。奴才明白。臣妾见过王爷。怎么，见到本王来，很意外？臣妾原本以为王爷要去冯侧妃那里，毕竟许久未见，想必有很多话想说。本王这几日，太医已经反复叮嘱，不能吃油腻荤腥。我听闻，你这儿只有几道家常小菜。原来不是为我而来。盛汤。王爷，王妃，这几道菜是何人所做的？是妾身亲自下厨。好，很好，色香味俱全，比宫里那些厨子做的还要好。王爷喜欢吃就多吃一些。
吃什么吃？有什么好吃的？阿宇，你怎么回事？我在阁庄等了你那么久，你为什么不前去和我一起用膳？本王今日肠胃不适，太医说了，让我少吃荤腥。你肠胃不舒服，你早点和我说。人家还特意吩咐了御膳房做了菜，你不吃就算了，居然还在这里和这个女人卿卿我我。卓华，你是侧妃，也代表着王府的脸面，注意影响。你还知道影响？你在新婚夜就冷落了我，现在又和别的女人在这儿吃饭，你知道这传出去我会被人笑死吗？别哭了，此事是本王考虑不周了。冯侧妃，你误会了，我和王爷之间很清白。这筷子碗都摆上了，饭都吃进肚子里了，你还说你是清白的？我就当是我的错吧。王爷，臣妾先回去了。明珠，把饭菜都打包送到王府上，我先回房了。我让你走了吗？你别以为你比我早进王府3日，就可以跟我抢阿远。我呸！你也不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的丑样子。冯卓华，够了！阿远，你敢吼我？你知道我为了嫁给你受了多少委屈吗？回你的闺阁去。好，我宁愿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贱人，认清自己的身份，阿远只能是我的。冯卓华，平日里肆意或娇生惯养，本王都可以忍你，但这是王妃闺阁，你为何要在这撒泼，还泼了王妃一身？阿远，你我曾许诺相爱一生一世，但是现在你变了，就是因为这个贱人，你看他的眼神都变直了。她也是王府王妃，是本王的妻子，本王连看一眼都不行。好，是我多余了。冯卓华，凤仪，你还好吗？王爷，是臣妾多此一举，也是臣妾不该从太医那了解王爷身体的好坏。这一切都是你特意为本王准备的。现在不是了，王爷，你以后别来找我了，我不想插入你们之间的感情，我更不想被骂作是贱人。是本王对不起你。这不怪王爷，我只恨自己命苦，被逼着嫁给一个根本不爱自己的人，心思全都在别的女人身上。王爷，我身上脏。本王又怎会嫌弃自己的王妃？王爷，您这是……还愣着干什么？去给王妃沐浴更衣。水温正好，凤仪，沐浴更衣吧。王爷，我自己可以的，您可以先回房吗？你我本就是夫妻，不必紧张。王爷，今日为何要维护臣妾？以前，但凡和冯侧妃有关的事情，王爷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冯侧妃那边。本王只是不想你再受委屈，毕竟这件事情是卓华有错在先。那臣妾就谢过王爷。你比卓华懂事，日后
要多多包容他。王爷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身为王妃，怎么能跟侧妃斤斤计较？这样岂不是让别人看笑话？怪不得康王那般理智的人都会把持不住，凤仪确实美艳无双。王爷为何这般直勾勾地盯着臣妾啊？你误会了，本王没有。王爷，对不起，臣妾一时没忍住。无妨，你我本来就是夫妻嘛。天色不早了，王爷回房歇息吧。也好。他刚才的目光应该是看见了这颗朱砂痣。小姐，松月楼的周掌柜与谢云都准备好了，就等着庙会。按照计划行事便可。话说，小姐，真就这么放王爷走了？我看刚才他都快把持不住自己了。你把慕宁远想得太简单了，而且男人越轻易到手的东西，就不会有半点珍惜。可是小姐，你就不怕冯侧妃与王爷更进一步？我倒是希望冯卓华聪明一点，否则这盘棋会很无聊。人间如棋，但幸好我家小姐便是那掌棋人。好险，本王差一点点就没把握住自己。刘恒，属下在。本王让你办的事如何？都安排妥当。很好，明日就是本王一举夺下储君之位的时候。是。小姐，明日就是庙会了，准备的如何？小姐放心，肯定能牢牢把握住王爷的心。王妃，怎么不见明珠丫鬟？今日庙会，放她出去玩耍。丫鬟都出去散心了，王妃还闷在王府中浇花？花再美，也是要有人浇的，否则很快就会成为残花。贱人，敢骂我是残花！王妃，王爷刚刚传来消息，说他已经在庙会上，希望我们可以共同前去，共享盛会。冯侧妃应是不喜这些风花雪月吧？虽然府中生活富足，却未免也有些苦闷。妾身虽是不喜，但也想去凑凑热闹。再说了，身为王爷的妃子，日后也是要沿袭风花雪月的。难得冯侧妃这般有心，也好，我也可以借此机会走出王府散散心。来人，备车。王妃身为主母，先请上轿。那就谢谢冯侧妃好意。沈凤仪，等到了庙会上，我定然要你好看。贱人，这次我必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
前世正是在这庙会上，我满盘皆输，再也无缘皇后之位。但这一世，经过我的提前布局，我必不会失败。周掌柜，谢小姐。坐。小姐交代的事情，你们准备的怎么样啊？人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大小姐一声令下。小姐10年谋划，今日可是最为重要的一日，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放心，我只要等庙会一开始，允儿便会将当年的真相公布出去，引导百姓在王爷面前喊冤。小姐不愧是小姐，这一招简直是一石二鸟，不仅能为当年受害的女孩子们洗刷冤屈，更为齐王夺储铺好了道路。小姐的智谋不是咱们可以揣测的。松月楼之所以能够在京城屹立不倒，甚至夺得魁首，这都离不开小姐这么多年在幕后的经营。哎，你们说，小姐既然不喜欢王爷，为什么还要付出这么多？我也不知，我倒是略有猜测。因为小姐的心中装的是天下。卓华为何又回府了？臣妾也不知为何，冯侧妃的轿子行至半路，忽然掉头去了别处。许是有其他事情耽搁吧。王爷，这是哪一出戏啊？本王也不知。这是卓华，没想到卓华还会唱戏呢，不知今日要给本王唱一出什么戏？自然是王爷最喜欢的《霸王别姬》。好，卓华真是给了本王一个大大的惊喜啊！好，想当年，本王征战边关，最为仰慕的就是西楚霸王，也曾幻想身边有一位虞美人的相伴。王爷，我家小姐为了给王爷演这出《霸王别姬》，这半个月来可是吃尽了苦头的。卓华确实有心了，当赏。王爷，赏可不够。想当初我家小姐嫁进王府，可是吃了大亏，现如今还为了王爷这般付出。王爷若是有心，不如将我家小姐抬到平妻如何？平妻一事事关重大，本王还是需要。愿以君王腰间宝剑自刎于君前。卓华，你这傻丫头，真把自己当虞姬了。
妾身只是想一直跟王爷在一起，希望王爷不要辜负妾身的一片真心。冯卓华，你还真是演了一出好戏。要不是我重生归来，我还真是斗不过你。周华，平妻之事，本王……王爷，王爷，不好了，百姓们冲进来了！王爷，王爷，王爷给我们做主啊！王爷要给我们做主啊！王爷。王爷，戏楼里面怎么进了一群刁民？你快把他们赶出去！好，不许乱说。王爷，各位百姓，今日是庙会，你们闯入本王的戏楼，所谓何事？王爷，我们要一个公道。马少卿那个王八蛋，虽然已经被斩了，可是当时为他辩护的那些人，可都还活着呀！我们不甘心啊！是啊，王爷，3年前我女儿眼瞅着就要嫁人，结果被马少卿拐进府内，蹂躏致死。整整200位少女，200条无辜的生命啊！王爷，我们就想要个公道啊！是呀，王爷，要公道！各位父老，各位乡亲，你们先散去吧，不要聚在此地。我答应你们，你们要的公道，本王一定给。王爷可别觉得我们好骗，当官都想着互相袒护。本王可以发誓，绝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我们不信，除非王爷现在就能给我们个说法。对，现在就给我个说法，给个说法。你们要的说法可以给。凤仪，你王爷，我身为王府王妃，自然要为王府的脸面着想。来人！这是要干什么？这是干什么呀？给不给说法？本王妃愿意带头签下万民请愿书。没想到凤仪竟然想到了这一步。诸位父老，诸位乡亲，若你们心中有怨，皆可在这请愿书上写下名字。我相信王爷一定会给各位讨个公道。王爷，你刚才答应妾身平妻的事情，小姐，王爷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王妃说的没错，只要各位愿意在请愿书上留下名字，本王定会亲自带着进宫，为你们讨回公道。王爷，此话当真？本王的名字也在上面，若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！好，好，对，王爷，我们有希望，我们相信你，对，我们相信你。签字，我也签，大家都来签。来，我也要签。我不会签，到我了，我摁个手印吧。有希望了，拿出来吧。各位百姓，你们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与当年那起案件有关联的官员名单，王爷早就暗中收集好，就等今日与诸位一同缉拿恶人。百姓们，王爷进宫面圣，诸位就随我一起去抓那个狗官，如何？好，
抓起来！走！这个女人总是能给我带来惊喜。王爷若是想要责罚臣妾，臣妾受着便是。本王为何要罚你啊？乱了王爷的计划，逼着王爷进宫面圣。本王不仅不会罚你，还要赏你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没想到凤仪跟本王想到一块儿去了，还替我提前准备了万民请愿书。本王之前还愁着如何进宫面圣皇上。可是王爷这样的话，估计会被其他王爷怀恨在心。那又如何？本王要的是王位，待本王登基，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那臣妾就等着王爷这出好戏。凤仪，待我登上太子之位，你来做我的太子妃吗？王爷，太子妃的事情还没有定论，臣妾还是劝王爷好好想想，进宫之后该如何借势打力。你如此乖巧懂事，太子妃之位，非你莫属。王爷，她做王妃，我不答应。周华，不要胡闹。太子妃乃是义府之脸面，凤仪端庄大方，持家有方，她做太子妃最合适不过。义府之脸面，慕宁远，我与你情投意合，没想到你竟然嫌弃我丢你的脸面。周华，情爱是情爱，本王是齐王，有些事情不得不多做考虑吧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？我为了你，这半个月苦练戏曲，每日练到双脚麻木才停歇。第二天一早还要到皇宫里学习礼仪。我以前在府上可是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苦。周华，是本王的不好。我需要的不是你的道歉。你说过会宠爱我一辈子，这就是你的宠爱吗？周华，待我登上皇位，定会把你封为贵妃，到时候我天天把你捧在手心，爱你，给你这天下你想要的一切。王爷，说话算话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王爷，让我们拉钩。王爷，人家其实不是想争什么，就是怕王爷抛弃我。做女人嘛，总是患得患失的，你说对吧，王妃？冯侧妃说的是。既然如此，那本王先回府，准备入宫事宜。恭送王爷。妾，别以为你一时得宠，就可以获得一生的皇恩。路还长，咱们俩慢慢玩。我不知道冯侧妃在说什么。王爷都走了，你还在装什么白莲花？冯侧妃，你说这话，我就有些疑惑了。从你嫁入王府至今，我可曾真的与你争过什么？今日的种种一切，都是你自食其果。住嘴！肯定是你在背后给王爷灌迷魂汤。你说是，那便是。贱人！小姐，咱们就这么认栽了？贵妃可是说了，只要能登上太子妃之位，日后就有望能成为皇后。不急，让这沈凤仪
再多蹦跶2天，等王爷夺储之事尘埃落定，咱们再来一招符，将他彻底压死。可是，王爷真的能夺储成功吗？本来还是有点悬念的，但经过了今日一事，基本成功。不得不说，他沈凤仪确实有点脑子，但论手段，还是跟我差那么一点。去给康王送封信，就说我冯卓华有一事相求。是。小姐，我回来了，给大家发赏银吧，事情已经结束了。好嘞，那我这就去松月楼拿钱。让松月楼那边注意一点，王爷出宫后很可能还会查过来，但凡有风声，提前通知我。是。元儿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就交由你全权处理，务必将所涉官员连根拔起。儿臣明白了。哦，对了，这百姓无端起事，背后怕是必有缘由啊，你也务必用心查验呐。父皇放心，儿臣定会给父皇一个满意的答复。父皇，儿臣认为将此事交予老五的旨意存在着疑虑。说，想要彻查此案，必须做到大公无私才行，不对任何一个人抱有私情。但可惜，我们的老五不是这样的。康王，这是父皇的寝宫，不是你泼脏水的地方。此话怎讲？在京城，谁不知道咱们的齐王宠幸妾室，冷落正妻？据说是为了迎娶妾室入门。堂堂一位王爷，在冯府门前叫得像条狗一样。我与卓华情投意合，本王此举是重情重义。好一个情投意合！身为齐王，身为皇子，为了一个女人，为了自己的私情而置皇家颜面于不顾。你，父皇，儿臣认为将此事交于武帝处理不妥。朕在万民请愿书上看到了沈凤仪这个名字。回父皇，万民请愿书确实是凤仪所作。你娶了一个好王妃呀！朕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如果马少卿这件案子你办得不漂亮的话，储君之位便与你无关。儿臣明白。武帝，二哥有桩美事，不知你意想如何？说。既然你十分宠爱你的侧妃冯卓华，而且我也听说那冯卓华对于侧妃之位很是不满，不如这样，二哥吃点亏，将那沈凤仪娶入府中，成全你和冯卓华。凤仪是我的王妃，你又不疼爱人家，如此聪慧的女子在你府中，那就是浪费。我与凤仪举案齐眉，彼此敬，此间的情愫岂是你三言两语就能挑拨的？还有，此事休要再提，否则必将禀告父皇。老五，我承认你很优秀，但可惜登上皇位靠的仅仅是能力，还要有手。参见康王陛下。你们家小姐的信我已经收到了，只要能拿下沈凤仪，我可以退出储君之位的争夺。王爷说话可算数？自然算数。那奴婢这就回去告诉小姐这个好消息。蠢，这种事情都行。等本王弄到沈凤仪，定将你齐王府灭门。
为何本王一闭眼，心里想的全是凤仪？我心中明明爱的是卓华呀。王爷，王爷，让那些百姓起事的背后推手，属下已经有消息。说，属下查到，所有的消息和谣言，全都源自于京城第1楼松月楼。松月楼，没错，这座10年前突然出现并强势崛起的酒楼，至今没有人见过背后经营者的真面目，只知道那是一位极美的女子。如此说来，还真叫本王来了兴趣。传我旨意，拜访松月楼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小姐，果真如你所料，刚才收到松月楼的消息，说王爷要前去拜访。王爷扎根边塞多年，见过许多尔虞我诈，性格十分谨慎。让周婉儿那边好生接待，本妃要亲自去与王爷交锋。咱们松月楼的大掌柜终于舍得走出门后来，就你会贫嘴。阁下便是松月楼的大掌柜，百闻不如一见，果然风采耀人，仪容大方。见过王爷。免礼。本王今日前来，是要问你一件事。王爷请说。庙会那日，你为何鼓动百姓起事，向本宫讨要公道？因为百姓有苦说不出，因为那些被凌辱而死的女子，至今还尸骨无存，而犯下这些罪孽的人，至今仍在作威作福。我觉得这不公平。你觉得不公平可以喊冤，但你实不应该私自鼓动百姓。如果喊冤有用的话，那些百姓也不至于被欺压5年之久。奴家此举也是为民请命。好，好一个为民请命！不愧是松月楼的大掌柜，面对本王，没有一点心虚和害怕，竟能说出一番如此有条理的话。王爷谬赞了。如果本王猜的不错，刺杀马少卿也是出自大掌柜的手笔。王爷这是自然是抓你归案。王爷，你是在欺负一个弱女子吗？你是松月楼大掌柜，是全京城最神秘的女子，本王怎会信你是一个弱女子？好，王爷是怎么猜到的？这1月以来，本王的属下望眼整座京城，发现所有的消息都汇聚于你松月楼，就算人不是你杀的，也与你脱不了干系。马少卿的死的确和我松月楼有关系。大掌柜是聪明人，看穿了本王的杀心。刘恒，带走。是。慢着，我倒想问王爷一句话：马少卿该不该杀？奸淫掳掠，残害百姓，自然该审。那你们为何不杀？因为他是朝中大员，要杀他，养证据。5年了，证据还没有找，在马府地楼200余具尸骨已经烂成粉末，你们的证据在哪儿？这5年来，那些失去儿女的百姓，在衙门跪了一天又是一天，只为找到所谓的真相。但别说是真相，就连尊严都没有。
百姓的真相是我给的，百姓的公道也是我讨回来的。如果王爷要袒护那些官员，杀我灭口，那请便。本王不会杀你，但本王好奇你是谁。王妃，本王说，这戴着面纱的大掌柜看着如此眼熟，原来是本王的王妃。王爷怎么这般不守礼数？本王若是守礼数，也不会来你这松月楼。我说那天你怎么会提前准备好万民请愿书？原来你才是背后一切的推手。既然王爷已经认出了臣妾，那要杀要剐，请便吧。杀？你帮了本王这么大一个忙，本王要感谢你还来不及。你们都撤了吧。今日之事，谁要是敢说出去，本王绝不轻饶。是，属下明白。撤。为什么？王爷说什么？我问你为什么帮我？你明明可以置身事外，况且在王府里，我对你也不好。我不是帮王爷，我是帮我自己。从我迈入王府，我的命就和王爷绑在了一起。如果你夺储失败，我也会受到牵连的。王妃当真只是为了自己？不为了自己，难道为了一个根本就不爱我的男人吗？谁说本王不爱你？王爷不爱我这件事，无需我多言。小到王府，大到整座京城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他们怎么懂本王？他们是不懂，但有些事情，臣妾还是看在眼里。有些时候，我真的很羡慕冯侧妃，羡慕她可以被王爷风光迎娶，羡慕她可以肆意的撒娇任性，我羡慕她犯下再大的错误也能被原谅。风姨，是本王对不起你。王爷不必说那些话，今日臣妾情况特殊，方才说了些心里话。等回到王府，臣妾还是那个懂事的王妃。本王没想到你在府中受了这么多委屈。人人都说加入帝王家可享尽荣华富贵，可当真在这牢笼当中，却一日不想争夺。今日过后，我会辞去大掌柜的身份，把松月楼赠送给王爷。日后在王府当中画地为牢。为何本王的心会如此的痛？那臣妾就先行告退。王爷，王爷，您这是唱的哪一出戏啊？上次你偷亲本王，这次是本王讨利息。我不明白，新婚那夜，王爷明明已经发誓不会爱上臣妾，更不会看向臣妾的身子。从你嫁入王府那天起，你就是本王的女人，这辈子、下辈子都是本王的女人。王爷，你在说谎，这绝对不是王爷内心的答案。那
你想知道答案吗？我想。王爷，你还没有告诉妾身答案呢。等你成了本王的女人，本王再告诉你答案。王爷耍赖。王爷，我害怕。本王会很温柔的。凤仪，你是本王的第一个女人，但不是最后一个。但本王跟你保证，永远爱你，敬你。臣妾相信王爷。谁曾月下流年？最深故事藏进了最前告别。慕宁远，你上头了。我苦练10年房中媚术，慕宁远，你一定会食髓知味。娘娘，娘娘，哎呀，娘娘，喜事儿，喜事儿，娘娘，天大的喜事儿啊！什么喜事？让你一个后宫大太监都如此慌张，连分寸都忘了。哎呀，回娘娘的话，齐王和王妃圆房了。是哪个王妃？当然是沈王妃啊。这齐王是第一次？是第一次。好，好，好，本宫当初确实没有看错沈凤仪，不仅聪慧，拿捏男人的手段也是拔尖儿。是啊，而且奴才打听到，这京城的松月楼也是这位沈王妃的产业。这次齐王在陛下面前能够大出风头，全是他在后边助力呀。如此便是一举两得了。不过既然这般，备车送本宫去见陛下。皇后，莫非您是要？没错，本宫要面见圣上，将这立储一事确定下来，亲手将沈凤仪推上太子妃的位置。是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小姐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什么事那么莽撞啊？王爷和沈凤仪圆房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奴婢说，王爷和沈凤仪。废物！不是让你看着王爷的吗？怎么还是让沈凤仪得逞了？小姐，奴婢也不知道，奴婢也没想到，他们2个人是在松月楼圆房的。我不想听你的借口，要不是你这个废物，整天给我出什么馊主意，本妃早就在入王府之前就拿下王爷了。若是有幸怀上龙子，那还有沈凤仪入王府的机会。小姐对不起，都是奴婢的错。自己张嘴！奴婢知错，奴婢知错，奴婢知错。够了。康王那边怎么说？康王已经答应，并且保证，只要能得到沈凤仪，他就会放弃储君的位置。这话骗骗傻子也就算了，不过本来就是互相利用，倒也无妨。站起来吧，过来。你敢松手，我要你的命！我告诉你，你再敢有一件小事办错，我绝对不会轻饶你。小姐，我知道了。告诉康王，3天后皇后寿宴，我会想办法帮他一举拿下沈凤仪。小姐放心，奴婢一定把事情做好。退下吧，我累了。是。王爷，
不愧是曾经统领3军的元帅，功法确实了得。本王方才是不是太霸道？臣妾本身就是王爷的妃子，王爷占有臣妾，这本来就是天底下最应该的事情了。凤仪，这段时间真是苦了你。王爷，现在你能告诉臣妾答案了吗？可是答案分为真心话还有谎言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臣妾啊，想听真心话。你啊，总是能带给本王惊喜，于本王而言有大用。无论是本王夺储，还是未来登基称帝，都是重要助力。本王不想让任何人抢走你，本王要把你牢牢地拴在身边，不让任何人把你抢走。这确实是真心话，像一个皇子能够做出的选择。那王爷的谎言呢？本王的谎言就是，经过这些时日的相处，本王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。这就是王爷说给臣妾听的谎言。本王已经说了，这就是谎言，信不信随王妃的便。王爷还真是不会说谎。本王都说了，这就是谎言，信不信随王妃的便。他这个样子真可爱。按照规矩，臣妾要给王爷敬一杯酒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臣妾方才承欢，如今双腿酸软无力。是本王疏忽了，那今日你就在此处休息，有什么事都交由本王处理吧。不行，3日后是皇后的诞辰，府中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回去操持，都是日常琐事，王爷不宜插手。母后的生辰确实是大事，那既然如此，本王送你回府吧。那就多谢王爷了。王爷，参见王爷。备车，送王妃回府。是。王爷，就由奴婢搀扶王妃回府吧。无妨。既然本王当日能亲自纵马去冯府迎娶卓华，那今日本王便能亲手抱着凤仪回府，这才叫不偏颇。这……明珠，你先回府中等我。奴婢明白。王妃，随本王回府。王爷，王爷，快把妾身放下！一路上那么多人看着，羞死人了。凤仪作为本王的王妃，有何可羞涩的？再说了，让那些人看到你的容貌，是他们的荣幸。王爷，求你了！这穆宁月，骨头都快给我累断了。凤仪，为何叹气？回王爷的话，臣妾只是有些疲惫，不碍事的，回房中稍稍歇息便可。明珠，扶王妃回去休息。是。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，终于与王妃圆房了。
卓华，你不生气吗？王爷，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我们作为妃子的，就是想为王爷生下王子，您说对吧，王妃？冯侧妃说的是。卓华，凤仪方才承欢，身体虚弱，需要休息。那我就不留王妃了。卓华，你为何用这种眼神看着本王？看得本王好不自在。王爷，妾身还可以叫你阿远吗？当然可以，本王与你定下誓言，阿远这个称呼，只有你有资格叫。那你既然记得你我的承诺，为何还要将第一次留给沈凤仪？卓华，此事是本王冲动了。稍后我便差人买一些上好的绫罗锦缎送给你。王爷这是说的哪里话？您身为皇家王子，本就该娶3妻4妾。妾身只是有些难过，为何你宁愿要那沈凤仪的身子，也不要妾身的身子？卓华，本王说了，会补偿你的。我不要补偿，我要你答应我，今晚陪我。今夜？没错，如果你爱我，你就要陪着我，否则你就是在说谎。可是什么可是？难道你说你爱我都是假的吗？好吧，那我今晚就等着王爷。王爷上次可是冷落过妾身的，若王爷这次再食言，妾身可是会伤心一辈子的。好，本王保证不食言。小姐，我听下人说，你走后，那冯卓华又仗着自己和王爷的情分，让王爷晚上去他房中宠幸他呢。求来的情分能值几分？不过是在挑战王爷心中的忍耐度罢了。等这些情分都用完之后，冯卓华会很惨。还是小姐看得开，从来都不指望男人，凡事都靠自己争取。行了，别拍马屁了。等一下去布置一下房间，撒点梨花香，王爷喜欢这个味道。王爷今晚去冯侧妃的房中，咱们为什么要布置？放心，他会回来的。为何？明珠，你忘了，本宫的房中秘术可是修炼了10年。所以说，王爷已经食髓知味了。没错，抓住一个男人最简单的手段，就是让他欲罢不能。阿远，我等这一天，我已经等了好久。为何本王的脑中全是凤仪？王爷，妾身要给你生个大胖皇子。王爷，快要了我吧。怎么了，王爷？卓华，本王忽然想起来还有些公务要忙，所以卓华今夜。阿远，你不是答应我了，今天会陪我到天明吗？卓华，本王今夜怕是很难进入状态。不可能，我不信！你答应我了，今天一定要跟我圆房。卓华，注意分寸，你忘了宫中礼仪了。可是我算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
慕宁远，你这个大骗子！小姐，真是神了！我刚才看到王爷真的朝咱们这边走来，而且身上的衣服都是凌乱的。看样子冯侧妃还真是着急的紧。还是咱们小姐有手段，若是换了旁人，没准早就被那冯侧妃斗下去了。就你嘴甜，义子药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特意问皇后要的。据说她当年能怀上龙种，靠的便是这个方子。不错。想必3天后皇后寿宴，便会当众宣布王爷立储之事。若能在此时诞下皇子，可算双喜临门。皇室最讲究天时地利人和，日后王爷登基，我必然会被立为皇后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母仪天下。明珠愿誓死追随小姐。好了，下去吧。是。见过王爷。王妃就寝了吗？回王爷的话，小姐还在阅书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凤仪，王爷今天不是去冯侧妃房中就寝，怎么来臣妾这里？冯侧妃身体抱恙，本王今夜就在你阁中休息了。王爷还真是不擅长说谎，嘴上说着假话，但是眼睛啊，却把一切都表现出来了。王妃若是不喜本王，本王便去书房睡吧。王爷这是说的哪里话？王爷能来找臣妾，臣妾高兴还来不及呢，又怎么舍得把王爷赶出去？比那个贱人差在哪里？为什么王爷喜欢他不喜欢我？今天明明要圆房的是我，为什么？能让王爷如此痴迷，那沈凤仪必然是修习的房中秘术。她外表看似端庄秀气、温婉和顺，实则一肚子坏水。沈凤仪，本来念在你我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还给你留点颜面，但事已至此，那就别怪我对你心狠手辣了。只要康王能够得手，认得沈凤仪有通天的本事，他势必会被打入冷宫，永世不得翻身。行了，别在这里吹马屁。你明早天亮把这里东西全换了。小姐，咱们入府以来已经花了不少银钱了，要是再花下去的话，恐怕府中的存银不够了。府中自然还是有些存银的，只是那些银子是给王爷花的。王爷自然动不了。上次本妃给你的教训，你可都记在心中了？奴婢自然是不敢忘记。那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置换新物件的钱就从你的利钱当中扣吧。小姐，奴婢1个月才10两银钱，根本不够买这些新物件的。按照月折算就好了，1个月10两，1年就是120两。本小姐大方，先扣你5年的银钱。什么？怎么？你有意见？奴婢没有意见。王爷，你醒了。对不起。王爷为何无故向我道歉啊？昨夜本王气血翻涌，忘了你方才承受新欢，拉着你陪本王折腾了一整夜，一定很疼吧？只要能在王爷身边，就算臣妾身上再疼，心里也是甜的。凤仪，
有你在本王身边，真好。好了，王爷，你去见一见冯侧妃吧。昨晚留她在府中，想必又是哭了许久。冯卓华就是太过任性，有时候本王都不知该如何面对他。冯侧妃既然已经嫁入了王府，那便是王爷的妻子。无论她是什么性格，又或者做过什么，王爷作为她的丈夫，也理应当包容她。那凤仪认为应当如何呀？今日就不要在臣妾的房中了，去陪陪冯侧妃吧，否则女人的嫉妒心起来了，王府也不得安宁。好，本王依你。谁呀？王爷，锦衣卫在门前准备好了，就等您一声令下。知道了。本王要去杀那些贪官走狗，不知松月楼的大掌柜有没有兴趣前去旁观？既然是王爷的邀请，那臣妾肯定要带着姐妹们前去助兴。好，本王等你。王爷，请更衣。参见秦王。都起来吧。出发。秦王杀贪官啦！秦王杀贪官啦！5年前，你们伙同马少卿残害少女213人，官官相护，硬生生将这次惨案变成了悬案。按照我朝律法，你们这些人都该死。本王既为圣上五皇子，又为京兆府尹，断然不会原谅你们这般胡作非为。斩！太好了，这些官员终于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。当初他们联合起来诬陷我谢家，任由我谢家百般解释，也丝毫无用。这一切都要感谢小姐。当初我从地牢逃出来的时候，如果不是小姐的收留，恐怕我早就跟那些女子一样，成为一具枯骨。没错，若不是小姐在背后运筹帷幄，推波助澜，怎会有我姐妹沉冤昭雪的一天？你们啊，最应该感谢的人是齐王。齐王，恕奴婢愚钝，这一切都是小姐在背后推动的。齐王只是动动手指便可，为何要感谢他？没错，当初齐王来松月楼的时候，可是一点感激之心都没有。如果不是及时发现了小姐的身份，恐怕我们姐妹还待在天牢里。你们啊，都忽略了这场大事当中最重要的一环，那就是权力。权力？没错，就是权力。就算我沈凤仪有通天的本事，但最多也只能让你们不被此事牵连。若真想让这些狗官连根拔起，就必须要有足够抗衡朝廷的强大权势。而这王朝当中，能有这样强大权力的，唯有帝王家。没错，只有帝王家。而这位帝王家的人，还必须是一位清流，不与任何人勾结，才能做到为民请命。而圣上无子，唯独只有齐武才有此魄力，能逆着潮水为民请命。是真该死！这些人早就该死！该死！什么？最后英武太好，可不是终于把我杀了。
皇上，远儿的这番表现，可曾满足您对于储君的要求？杀气太重，手段狠辣。这可是对远儿不满意？但心系百姓，且会借力打力，利用这起案件借势铲除异党，肃正朝中不良风气啊！你的远儿可是娶了一个好妻子啊！是啊，我听说那日万民请愿书，凤仪还是第一个上去签字的，比那冯家大小姐强了不知多少倍呢。有沈凤仪辅佐，朕确实可以放心的将王位传给远儿了。臣妾替远儿谢皇上恩宠。哎，快起来吧！大庭广众之下，哭哭啼啼，成何体统？起来吧！是。臣妾相信远儿定不会辜负皇上的期望，日后必定将把王朝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希望如此吧。3日之后是你的诞辰，这件大喜之事便在你的诞辰上宣布吧，讨一个双喜临门的兆头，让朕可以沾沾福气啊！还是陛下想得周到。啊！后面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肮脏恶臭的地方？周围全都是下等人。奴婢也不知道康王为什么选择了这里。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虽然本王选择的地方环境不好，但这里绝对不会有眼线盯着的。毕竟冯侧妃也不想让人发现了。废话少说，你准备的东西拿来了吗？本妃可不想在这个地方继续待下去。冯侧妃别急，你要的东西在这儿。别急，这东西可不便宜，乃是本王耗费了无数人情关系，在西域采购而来，药效非凡。别说女人了，就算是只母老虎，但凡沾上那么一点，也保管变成银瓦等富。怎么，你想后悔了？后悔倒不算，但这笔交易于本王来说有些亏，本王只是想多讨些利息罢了。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会帮你得到沈凤仪。沈凤仪我志在必得，就算没有人，本王也绝不会失手。那你说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很简单，我想要你。我想要的很简单，我想要你。我警告你，你可别乱来！我还是处子之身，若是被你碰了，我也必定会发现的。本王并不想非要得到你的处子之身，只是你和武帝圆房之后，也让本王在暗地里爽一爽，如何？不可，此事绝对不行！我冯卓华绝不是行苟且之事的女人。若是我登上储君之位呢？你别做梦了！我家王爷此时正在刑场杀人砍头呢，等杀完人砍完头，凭借着此番声势，必然能拿下储君之位。可若是他仰仗的王妃在皇后诞辰那日勾引本王呢？穆宁远肃清朝堂一事，早就引起诸多官员的不满。若借此事弹劾他，我相信很多人会愿意出手。你说，圣上会逆着百官的意向而强行立武帝为储君吗？不会。那不就得了？若此事成了，武帝必将彻底失势，圣上大概率会送他回边塞。你想离开京城？我不想。既然不想，那我劝你趁早选清自己的人。那我会得到什么？等本王顺利登基，可以赐你个贵妃之位。好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但这些事情必须等到结束之后。如果王爷真的失势了，我当你的王妃又能如何？好，一言为定。本王等你的好消息。
蠢货，这种话都信。等本王夺储成功，好好的安排。送到这里就行。京城人多眼杂，小姐，皇后诞辰的礼品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按照您的吩咐，特意从南极寻来一颗寒冰珠，稍后送到府上便行。皇后诞辰那天，你们把眼睛都给我擦亮了。以冯卓华的性格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天我会加派2倍的人手，肯定会把一切危险都扼杀在摇篮中。我也会随时保护小姐。有你们在，我肯定放心。你好奇怪啊！明珠，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刚才那个人突然过来撞了我一下，然后就给了我这个。把纸条给我。纸条上是什么内容啊？我还没来得及看。等寿宴那天你就明白了。哎呀，王大人、刘大人，请。哎呀，李大人，请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里不是你该走的地方。瞪大你的狗眼看看，我冯卓华可是齐王亲自娶进门的妃子，我凭什么不可以从正门入？哼，按照规定，冯侧妃不能从正门入，那边有侧门。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本妃今天偏要从正门入。挡住他！你们是不是想死？王侧妃，这里是娘娘的乾宁宫，不是你可以撒野的齐王府。你们算了，张公公，让冯侧妃随我一同进去吧。见过张公公。见过王妃。凤仪携齐王府的贺礼前来给皇后送福。这是臣妾在极寒之地得来的寒冰珠，具有镇定止痛的功效。齐王是娘家的亲生儿子，这些俗物什么的倒是不必那么破费。我们做儿女的能为长辈尽一份孝心，也是我们的福分。不愧是沈王妃，这一句话呀，都说到老奴心坎里了。你们几个狗奴才，眼睛瞎了吗？没看到王妃要进乾宁宫吗？闪开！冯侧妃，随妾身一同进去吧。凭什么？沈凤仪也是妃子，凭什么她能从正门入，而我只能走侧门？哼，冯卓华，你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，你只是齐王妃的一个侧妃，地位就比王妃低上一等，而且今天拜见娘娘，连个贺礼也不拿，老奴凭什么让你走正门呢？谁说我没有准备贺礼？把我的贺礼拿上来。这就是我为娘娘准备的贺礼，一株1000年的灵芝。灵芝？好你个毒妇，你要害死娘娘吗？你干什么？你知道我为了准备这一株灵芝花了多少银钱吗？你就这么糟蹋它？哼，冯卓华，要不是你是齐王府的侧妃，老奴就用我的私权，我要打杀你。我好心准备礼物，你什么态度？态度？你知不知道？娘娘肝火旺盛，最忌这些热类的大发之物，稍有不慎就会肝火冲心，气血倒流。我怎么知道娘娘忌讳灵芝？你们有没有提前说？这都是你们的过失。今天是娘娘的寿诞，难道让她亲自跟你说她不喜欢什么吗？哼，冯卓华，你仗着齐王的疼爱，现在连天高地厚都不知道了吗？张公公，实在抱歉，我这位妹妹平时在府上确实有些任性，这枚寒冰珠算是我和她一同准备的贺礼，还望公公海涵。这齐王府幸亏有我们沈王妃主持大局，进去吧。多谢公公，走吧。谁让你做好人了？等一下，有你好看。凤仪、卓华，你们终于来了，随本宫进去给母后请安吧。让王爷久等了。无妨。倒是方才，你们为何同门外的张公公争吵？还不是他狗眼看人低，凭什么沈王妃能从正门入，而我只能走侧门？怎么看不起我冯家吗？按照宫中的规矩，
侧妃确实要走侧门，并没有说谎。规矩规矩，整天都是规矩。我冯卓华嫁给你穆宁远，就是来听规矩的吗？早知道是这样，我才不嫁给你。卓华，这里是乾宁宫，收起你的小心思，不要叫外人耻笑。王爷，我只是心里委屈。好了，有什么事情回府再说。随本王进去给母后过寿。药瓶带来了吗？带来了，在这里。很好。今天晚上寿宴，皇后为了彰显慈悲，肯定会留大家在这里过夜。届时，你就将药品偷偷的洒入沈凤仪的杯子当中，等夜深以后，再把康王引进他的房中。明白。诸位大臣，今天是本宫的寿辰，不必多礼，请自便。啊，是。来，谢谢，来。母后，儿臣路上有事耽搁，还请母后责罚。渊儿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今日是本宫的喜日，什么责罚不责罚的？你能来参加，便是本宫最大的庆幸。参见皇后娘娘。这寒冰珠是我们齐王府送给皇后娘娘的贺礼，常听闻娘娘夜里梦多，此物具有镇定的效果。好，凤仪有心了，快入座，坐下陪本宫喝茶。王妃，请喝茶。沈凤仪想跟本宫斗，你还不够资格。冯侧妃，请喝茶。王爷，臣妾可能在来的路上感染了风寒，这会儿头重脚轻的。确实是有些痛。王爷，臣妾想回去歇息。凤仪，若觉得不舒服，那便先回去歇息吧。该敬的礼节都敬了，接下来也只剩个寒暄了。那臣妾就先行告退了。母后，凤仪的身体有些不适，望母后恩准，让她先回府歇息。身子要紧，也别送回你的王府了。一路上也挺颠簸，哀家特意在宫中为你们打扫出一间房，今夜就住在这里吧。稍后我让御医前来诊治。多谢母后。王爷，我送王妃回去吧，你留在这里陪母后。卓华，你确定？妾身知道，妾身平日和王妃素来不和，但是今日是皇后娘娘的生辰，王爷身为人子，岂有离场的道理？那让下人去。下人毛手毛脚的。再说，他们也有他们自己要干的事情，还是我亲自送王妃走，较为稳妥。也好，那凤仪就交给你照顾了。沈凤仪，接下来就由不得你了。好了，去按计划行事吧。那小姐还回前厅吗？不去，回去还得陪着那个人老珠黄的娘娘，处处都得小心翼翼。我还是回房中，静静的等着好戏开场吧。奴婢送小姐回去。不必，你就去办你的事吧。是。奇怪了，怎么天气那么冷，身体这么燥热？王爷，万事俱备，快带本王前去。张公公，按理来说，皇上的圣旨应该已经到了。
依奴才所见，应该已经到了。那为何还不宣读啊？我估计皇上在等。等什么？再等下去，黄花菜都要凉了。启禀皇后，别看现在朝堂之上齐王的声望最盛，但是朝中百官更倾向于善于变通的康王。圣人颁布决定前，最后肯定要看一看的。希望这个节骨眼上别再出什么幺蛾子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起来说话。奴婢刚才经过了王妃的寝宫，发现王妃与康王在宫前私通。你说什么？你可知王妃私通是何等大罪？你要是敢说假话，本王要你的命！奴婢所说句句属实，不信可以去寝宫查看。好，本王就随你去看看，到底是真是假。带路。走，咱们也去看看去。美人儿，本王来宠幸你了。那日在远处多看了你一眼，对你日思夜想。今日终于能得偿所愿了。王爷，妾身想要。这药粉果然有用，好好有位王妃，就变成了一个荡妇。穆宁远，也让本王来感受一下你到底有多快乐。在哪儿？还没到吗？快了，就在那边。穆宁远，你没想到，你心心念念的王妃，已经是我的女人了。混蛋！是啊，我是混蛋，但是那又怎样？皇后诞辰，齐王府王妃公然勾引本王，此事足够在朝堂上参你一本了。本王今晚一定不会放过你！我也不可！来啊，打我！只要你敢动手，我就参你一本谋杀手族！你，穆宁远，你也配跟我斗？等我夺得了储君之位，我会好好把玩你的王妃沈凤仪的。康王殿下此番大话，也不怕闪了舌头。本王，等等，沈凤仪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和本王？睁大你的狗眼，看清楚，床上的人是谁？王爷，怎么结束的那么快？妾身还想再要一次。冯卓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你这个贱人？贱人，醒醒啊！王爷，你们怎么都在这里？一定是抓到了沈凤仪和康王私通。太好了，这个贱人终于……人证物证俱在，还要往王妃身上泼脏水吗？你说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……秋月，你给我出来！小姐，我害怕，你竟然敢背叛我！神位才死，娘位实亡，服侍冯侧妃20年，就扣了我5年的银钱。可是投靠王妃不过才3日，我就有了100两银子。贱人，这个贱人，婊子！自作孽不可活，拿上来吧。
这是冯侧妃入府以来所有的大额开销，才短短数月就已经花光了王府里几年的积蓄。风卓华，我那么宠幸你，你竟做出如此过分的事情！王爷，我没有。该怎么做，王爷心里应该清楚。刘恒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拉下去，凌迟处死。是王爷。王爷，我没有！王爷饶命啊！王爷，五弟，我是一时冲动，这事儿你就放我一马吧。啊，康王自然不用死，那就好。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你暗中勾结冯卓华，陷害本妃与王爷，已经犯了大忌。此事我会如实禀报皇上。不必了。所有的事，朕方才都看到了。儿臣参见父皇。今天晚上，你们还真是替朕准备了一出好戏呀！父皇，儿臣只是一时猪油蒙了心。朕没有你这么卑鄙的儿子，夺取王位，贬为庶民。不要！父皇，起来吧。父皇，朕还是那句话，你有一个好妻子。儿臣能娶到凤仪，也是儿臣的幸事。既然今夜之事尘埃落定，那就宣诏吧。遵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五皇子穆宁远智谋双全，深谋远虑，学识才敏，为民为国，刚正不阿，镇守边疆，杀敌有功，出任府尹，为民请命，乃王朝储君之典范。故此特将穆宁远封为太子，将其妻沈凤仪封为太子妃。钦此。儿臣接旨。凤仪接旨。凤仪，若是没有你，本王绝不可能成为太子。待本王登基那天，定叫你母仪天下。那臣妾就等着王爷登基那天。棋局才刚刚开始。走了，咱们去执行小姐的下一步计划。等小姐母仪天下，就可以休息一下了。谁知道呢？万一小姐哪天兴起，想要当一位女皇帝呢？那可够期待的。